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最近一段时间啊，整个中国都特别热啊，从南到北啊，我只是华北以南啊，到东北就凉快了。这两天呢，在四川成都啊，有人拍到了天上有7个太阳，哈哈，7个太阳同框。那很多人都说呢，这是不是所谓的换日现象啊？现在看起来啊，这和换日呢是无关的啊，看起来呢是夹层玻璃形成的这个虚像。我们看一下他这个网友拍的照片。那这个还是有视频的啊，视频呢也是这样啊，就是随着这个镜头逐渐放大，天空中呢可以看到出现几个太阳啊，你仔细数，虚虚实实都有7个啊，在这个天边的晚霞上连成一条线。这个视频的拍摄者王女士说呀，她的视频呢是手机隔着夹层玻璃拍的，就手机紧挨着那个夹层玻璃，大概1分钟后就消失了。很多人从不同角度都能看到，纷纷观看拍摄啊，感觉到很幸运。那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啊，很多网友就开始炸锅了，就说这是大气中的特殊现象，称为换日啊。有的人呢就赶紧召唤后羿，赶紧给我射下来几个是吧？啊，后羿也不能射日啊，射日那是政治不正确啊。现在看起来呢，从这个照片和真正的换日比起来啊，还是区别很大的。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地区啊出现的换日啊，这是历史上啊比较知名的换日现象，这应该是在西伯利亚吧。可以看到啊，这几个太阳它出现的位置和这个光环它的这个角度。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个地区的啊，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应该是在美国有玉米地边上啊，这边一个太阳，实际上应该这边还有一个啊，这是换日。这是成都啊，这个王女士拍的这个换日。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为什么不说它不是换日呢？换日啊是确实是需要一个很特殊的机会、机缘巧合下才能拍到的。那么这个视频啊出来之后啊，我在网上也仔细搜了一下，发现啊，在露天环境下没有这个视频流出啊。大家想想啊，在室外啊，这个拿手机的人啊，应该也不少，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拍出来的呢？而且所有拍出来的呢，可能就是一个版本的不同剪辑啊，就是这王女士在楼里边搁着双层夹胶玻璃或者多层夹胶玻璃，拿手机紧贴着玻璃拍摄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应该说无论是4个太阳、6个太阳或者7个太阳，它都不是换摄换视，它就是一种应该说是夹层玻璃和这个镜头之间这种多层的光学反射现象啊，因为玻璃很厚嘛，然后是多层的，像每个玻璃的面啊，如果四层夹胶玻璃，大家想想有4个面啊，2层夹胶玻璃有4个面，再加上镜头啊，镜头的防护玻璃以及镜头是吧？所以这些太阳里边呢，当然只有一个是真实太阳了，其他几个呢都是虚像啊。这个在不同的玻璃界面不同反射的时候，很巧合就形成了这么个现象。真正的换日是什么呢？真正的换日啊叫 Sun Dog 太阳狗哈。当然这个 Sun Dog 呢叫的比较好记，实际上 Sun Dog 还有个学名叫跑黑林啊，就是换日啊，跑黑林啊，它是一种或者叫负日啊，正负的负啊，它这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在太阳的两侧大概22度的位置出现亮点，看起来像额外的太阳啊，这个啊就是换日啊。那么它形成的主要原理啊，就是因为大气中的六角形的冰晶引起的。阳光呢通过这些冰晶的时候发生折射，就形成了类似于这么彩虹的这个光学效果。一般啊，它出现在太阳的两侧，呈对称分布，颜色呢从内到外依次是红、橙、黄、白啊。所以呢，有时候可以观察到完整的换日环，就所谓的22度晕啊，就跟这个差不多了，这就算比较完整的了啊。那这个呢也是更完整的了啊。一般观察条件啊，都是出现在寒冷气候，通常是零下20度到零下40度之间。高空中呢有大量的六角形冰晶，这时候呢天气如果晴朗，阳光充足，就有可能观察到这个换日现象。那历史上著名的换日现象啊，像1929年4月在芬兰赫尔辛基观察到罕见的4重换日
啊，1940年6月啊，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也出现过6重换日啊，甚至在1971年呢，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呢也观察到这个换日现象。所以这个换日啊，实际上就是一种高空云层的折射的一种景观啊。当然了，它对于大气光学的研究呢是提供很重要的这个依据的。那在古代啊也有观察记录啊，那时候呢大家都把它认为这是预兆或者神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啊或者艺术作品提到过这个事儿。当然了，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如果能拍到换日，那是一生中的幸日，是吧？所以呢，这个成都的这个照片啊，我个人也感觉不是换日啊，它就是玻璃的这个多层折射这么一个现象。因为观察者所处的位置呢正好很特殊，就拍下来这么一个换日的景观啊。这是成都后羿啊着急上班的这个情况，后羿可以回去了啊，这不是还是一个太阳啊。讲完这个成都换日啊，我们讲另外一个热点，是网络上的热点。是什么热点呢？WPS 出事儿了，软件崩溃了，哈哈哈，累死领养的牢。这个 WPS 啊，客户端呢公布了消息说 WPS 出现故障啊，那么很多这个使用网盘的这个用户呢就无法登录。那么另外呢，这个 WPS 客户呢还发布了一个通稿，说那个在NVD 啊，就是美国国家漏洞数据库公开了2个 WPS Office 的漏洞啊，分别是 CVE 2024和2024-7262和 CVE 2024-7263。经核实呢，他说这2个漏洞啊只影响 WPS 的 Office 海外版本，其他版本不受影响。那么这2个版本的漏洞呢，他们已经修复过了，但是这次故障啊出现的是因为就是网络云盘啊，就 WPS 金山文档呢无法正常打开啊，就是因为它的云盘功能啊，金山云盘的功能。那么现在出现这个事儿之后啊，大家想想对比一下当初这个微软Office 蓝屏的这个事儿之后啊，大家就可以感慨了。什么感慨呢？就是以后软件出了事儿，先别找自己原因，肯定不是我电脑烂，肯定不是我不会用软件啊，都是厂家的事儿。现在看起来还是挺有道理的，是吧？你比如说正在着急啊，给老板发个文件呢，你突然打不开了，你说怎么办？是吧？老板怪罪下来，这个责任就大了。WPS 来背锅啊！据说呢 ，WPS 呢要给这个当天受影响的这个付费会员啊，给一个补偿啊，应该说在一定时间内免费某些功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微软的这个蓝屏啊，那就更厉害了，是吧？大家知道那个微软蓝屏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很多航班都受到了影响啊，就是因为这个 CrowdStrike 它这个它的这个技术故障嘛，导致了全球的这个很多打工人的这个停摆，所以以后就好办了啊，只要软件出故障，那就是厂家原因了。现在看起来大概率还真是，所以这个云服务呢，确实有时候比这个本地云啊还是要各有各的特点吧。我现在呢还是双备份都有。这是 WPS 软件故障啊，给打工人带来的不幸和福利。另外一个有意思消息呢，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嘛，这个现在这个12306啊也在推出一些新的举措。大家知道这个12306啊，应该说是全球全年运行的最大的数据库系统之一我说这个最大呢，不指访问量也要指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所有参数。这个中国的12306，那当然它能运行到现在也非常不容易，中间呢有很多的波折。不过到现在为止呢，12306整体来说还算是丝滑，特别是在这个高峰期间春运是吧？这个寒暑假，现在呢这个各地都在推出这个所谓便民措施其中呢就包括给大学生的这个买票方便。那么在今年从昨天应该8月20号前天吧，到9月8号，每天的5点到23点，这个铁路部门就针对注册用户是学生的，就图上这个旅客类型是学生的然后呢开通这个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入口。
你可预约的车票呢，时间呢是9月5号到9月23号，然后呢，进入预售期，也就是9月5号以内的车票以正常形式发售。如果车票售完了，你可以使用候补功能。那当然了，使用之前呢，肯定要验什么呢？验你的学生证，验你的录取通知书，是吧？那当然，这个功能啊，目前只能在12306中办理。乘车人呢，可以为本人以及最多2名同行乘车人一并预约啊，就是父母送孩子上学，可以一块走这个学生通道来买票啊。每个用户呢，可以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预约订单呢，可以提交1个乘车日啊，就是乘车日期5个不同的车次和息撇的需求。每个预约订单可提交1个乘车日5个不同车次加级别的需求。啥意思啊？就是有时候是需要换车的，这个意思啊。本来是一次就可以了吧？那当然了，现在这个他们还提出一个什么呢？一个需求征询啊。另外呢，就是12306手机用户的客户端啊，就是说增加了学生出行需求采集功能，就是征求意见啊。从8月20号到9月23号啊，对12366的注册用户类型为学生的，登录后在首页的火车票购票界面呢，输入发到站啊、乘车日期、直达啊、中转这页面这个查询结果之后呢，如果没有购票所需车次呢，没有中转推荐方案的，在中转页面呢可以显示出这个学生出行需求采集，你可以提你的要求。学生用户呢可以给自己提报需求，也可以带其他学生填报，然后呢可以查询和删除本人提交的需求，就是也需要核验你的资质，然后你可以吐槽，就是吧？你没有直达的车票，甚至连中转的车票都没有，你就可以提出你的要求来。然后这个铁路部门呢，他肯定要看流量啊，一个人提没有，要几百人来提的话呢，可能他们就需要重新研判，重点分析是不是这个车安排不合理，统筹考虑的这个行驶和运力资源呢，来满足这个学生入校的这么个要求啊。这是12306推出这么一个对大学生这个应该说方便措施吧，这个还是应该点赞的。就是每年现在大学生入学都是这些打工人，就是出差的朋友要避开的时候，因为无论你是国外当然国外的时间和国内略微有差别，还是在国内，只要是学生放学这个开学时间都是一票难求那几天的情况甚至超过春运，所以呢，对于广大的打工人出差的朋友来说呢，也合理安排时间，是吧？这是大学生买票给出这么一个需求来。那这个下一个消息还是关于铁路的，大家看到什么情况了吗？对，就是这个行李箱惹的祸这个在杭州站出发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应该是8月19号就是大前天了，晚上7点呢，高7661次列车6号车厢上的一个白色行李箱滑落，就这个可多大呀！然后呢，直接砸到了行李架下方的一个女乘客的额头和手是双手各有一处擦伤。这个女乘客呢，当场就崩溃了吓也得吓死真是祸从天降这个有一段视频我就不放了。这个女乘客在哭诉说我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天降横祸。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是个意外是个意外。那么车长呢也到现场来处置然后这个女乘客呢主要是情绪，一开始呢情绪是极其不稳，后来呢情绪逐渐稳定了，然后和这个行李箱的这个主人呢这个也达成协议了愿意负担他后续的医疗费用。不过女乘客说呢，我暂时呢还不用去医院，就互留联系方式了。所以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我想起来这个前2天就是从德国到瑞士过程中碰到另外一个意外。那个意外我也录下来了，当然我的视频呢一直没找到。大家知道，在欧洲的车厢里边很多是有自行车车厢的就是骑自行车的专门一个车厢。我呢是买当成2等座嘛，所以我就看了看自行车车厢有座呢，我就到了自行车车厢里边，就侧面的座坐下来了。一会儿呢，涌上了很多小孩子，叽叽喳喳的，他们也进了这个车厢。我一看，我也不太累吧，也算短途的，我就起来，那小孩坐，一帮小孩都坐那儿了，20-30个得有，都是应该就是
1年级左右，1、2年级就那么个7、8岁，可能7、8岁都不一定有。学龄前可能都有，反正有2个带队老师。一会儿呢，又过来2个骑自行车的女乘客，他们把自行车呢就就是靠在了车厢的另外一面，就这面是单座嘛，这面是就是这个停靠自行车的。但是他停靠的时候啊，他只是侧着放了，他并没有用那安全带把它挂上。那在这个行驶过程中啊，那个自行车突然就倒了，哎呀，正好砸在这个那孩子吧，有的有座，有的没座，有的就席地而坐。那外国小孩，一个真是金色头发的洋娃娃头上，咣一下就砸上去了，看得我都肝疼。那孩子当场就砸哭了，就自行车把砸到了那个小孩头上和后背上，没破啊，头是没破，然后呢，可能起了疙瘩，然后呢，这个老师和那女乘客就一直安慰这个孩子，到最后呢，我下车的时候呢，孩子是不哭了啊，但是呢，他们达成什么协议我不知道，反正车长呢是没过来啊，他们自己在沟通这个事儿，所以呢，坐车的时候啊，安排好自己的行李啊是太重要了。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设施，只要人粗心了，你看这个他们这个自行车车厢，按道理说呢是优先满足这个自行车的啊。那么像我没有骑自行车啊，还有这些小孩，按道理说呢，进到这个自行车车厢呢，也应该注意点。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应该更注意。你像咱们现在这个高铁车厢啊，也有这个大件行李存放处，以及这个像这个特殊叫什么特殊的这个物品保管处。你像这个轮椅，它这有个绳子要系上。实际上自行车呢也是有绳子的啊。还有更夸张的呢，我在普通乘客车厢啊，就是在欧洲的时候啊，他们的每一节车厢头上都有大概应该有2米左右的空间，就是让你放自行车的。2米怎么放自行车啊？他把自行车竖起来，竖起来，把前轮子上面勾着，这样能吊3个自行车啊。但是这个也不安全，说实话，那个车啊勾不好来回晃，也容易碰到人。那么在中国大陆的高铁里面呢，是有这个大件行李存放的。但是说实话，我也担心啊，担心啥？你放这儿被别人拎走怎么办啊？尽管有监控啊，你可以事后去找，那多麻烦啊！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认为啊所谓珍贵的大件行李放到这儿，而放到自己头上的这个原因。所以呢，这里边啊，你要说火车上能不能改一些措施呢？可以啊，比如说增加临时的这个扫码锁呀，等等。但是，一旦加上这个之后，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太多了。大家知道，很多人买票都买明白的情况下，你让他用这么复杂的一个扫码开锁装置，他到时候他着急下车，他开不了怎么办？所以这个事情啊，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啊。我最近啊倒是想了个办法，怎么弄呢？自己找了一个传感器啊，就是简单说就是一个水银传感器，就是跌倒传感器，用跌倒传感器，上面帮连接一个风鸣器加一节电池，绑到行李箱上。别人也看不到，一旦这行李箱被动，比如竖起来了，这个风鸣器就会滴滴滴发警报这个比那些蓝牙的设备要可靠性更高我这2天正在弄这个呢，因为我这几天出去玩，我一想想，这个行李箱肯定特别大，要放在自己摸不到的地方，我也担心被丢啊。所以现在这个12306也好，就是说现在铁路上有一些事儿呢正在改，但是像这种情况还是难以避免，还是希望大家放行李的时候仔细点一定不让它超出那个栏杆，然后呢光滑的这些东西呢要放好。实际上呢，这里边就有一个明规则潜规则的问题。像这位乘客的行李箱，我猜可能也接近20公斤了，所以如果正中的砸到这女的头部那是一个可能会砸重伤的。他现在为什么手受伤了呢？他是应该是砸到头的侧面，然后滑下来砸到手上了，可能手上正捧着手机呢。所以呢，这是不幸中的万幸真的有给砸坏的乘客。所以呢，实际上火车上人家让拎的行李是有规定的，儿童呢是不能超过10公斤，外交人员呢是35公斤，其他旅客呢是20公斤，并且每件行李的长宽高之和也是不超过160公分。高铁所以呢，这些规定很多人其实都超了。我前2天拎了一下我的那个露营的那个包，25公斤以上当然里边有水嘛，我把水拿下来可能就不超了。所以这个没有人和大家较真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一旦要真要砸了受伤的
和这个行李的主人，你都有好几天啊，甚至几十天的麻烦事儿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这是行李箱砸落呀，把这个乘客给砸这么一个故事。今天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跟高考有关的，比较损啊，是什么事儿呢？是呢，就是说有个女生啊，高考没有达到专科线，就收到了7封录取通知书，家长都崩溃了。这个女生啊也是在网上哭诉，你说这不是跟人家伤口上添伤吗？是吧？这个经历过高考的，或者知道最近高考情况的，了解国内情况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咋回事。对，收到7封自学考试录取通知书，讲到底还是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就是女生没考好，成绩呢专科可能都没达标，当然了，可能原来学习也不好，考得更差。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啊，准备复读也好，或者是到别的方向啊，自己来搞都可以。但是呢，一旦考生的信息泄露了，那就麻烦了啊，就有很多的这个野鸡大学来骚扰啊。这事儿呢，在过去的这个高考，完了之后，这个录取通知书诈骗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在中国大学啊，这个目前来说呢是不允许啊，就是起码明面上啊，不允许你收到多份通知书的啊。比如说，清北复交是吧，都相中你了，那你最后得吐露一个水，说个实话，你到底想去清华还是去复旦还是去北大还是去交大是吧？定下来之后，人家会给你迅速打电话，然后呢给你发通知书，抢发通知书。一旦这个通知书发下来了以后，系统里边高考的系统里边就唯一的显示你被录取了，那别人就不能再发。当然你是省状元，你可以随时的提出要求来是吧，随时反悔。但是这个事儿呢一般人是没这个待遇的。所以呢这个被伤害的这个女生啊，在网上哭诉这事啊，就是个人信息泄露之后啊，这些这个野鸡院校啊，甚至是这个民办院校，这个通过泄露的信息啊，给他发了这种不能说诈骗通知书吧，应该说是有点这个戏了的这么意思。这个女生呢一开始很愤怒的，因为她认为有人在戏弄她，因为她知道自己连分数线都没达到，收到7份通知书，这不是给人家伤口上这个撒盐吗？这7份通知书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做工还很精细啊，都是自学考试，就是4个字都是自学考试4个字但是说自学考试啊，本身来说呢，和这个统招本科之间，大家心知肚明，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对于应届毕业的学生来说，去上自考的这个学校对于家长来说，那是接受不了的，也是。所以呢，他即使这个向学校反馈这个事儿，估计也没有人能承担责任。因为这个事儿呢，这个整个在高考学生信息泄露里边这是一条产业链，从学校的老师、班主任一直到高考录取，整个这个系统里边都有可能泄密的环节。这也是在山东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山东不是临沂出过一个高考录取诈骗致人死亡，一个女生死了那个事件嘛？那之后呢，大家管得严了，但是呢，依然堵不住，这又出现了一个大专没考上的女生收到7份自学考试通知书这么个案例，她肯定是没报的，是吧？人家本来是决定到南方打工去了啊，就这么个回事。好的，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几个消息，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会，拜拜。